在二战的天空中，有一个璀璨且又充满争议的人物，他不仅充当指挥，也被当作空战王牌，在二战的各个战场上大显身手。无论是东线的苏德战场，还是南线的意大利战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此人就是从骑兵跨界摇身一变成为一代空战高手，又被称为空中魔鬼的沃尔夫冈·冯·里希特霍芬。1895年诞生在德国西里西亚的一个拥有350年悠久历史的名门望族，在那个普鲁士贵族家庭习惯把家中男孩送进预备军官学校的时代，里希特霍芬自然也不例外。于1913年进入卡塞尔战争学院，进行为期1年的军事训练，后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在西里西亚第1轻骑兵团服役。或许是时来运转，又或许是心想事成，仅仅2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希特霍芬就等来了驰骋沙场的机会。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熊熊燃起，里希特霍芬跟随第5骑兵师，在穿越比利时阿登森林、马斯河的行动，还在正面战场击退了法国第8骑兵军。此战，沃尔夫冈表现得极为勇猛，他骑着战马在战场上斩杀了多位敌人。可战争的局势总是变幻莫测，随着法军发动反攻，德军第5骑兵师也只能转入防守，跳下战马与法军展开了漫长的堑壕战。尽管这对于骑兵来说有点掉身价，但里希特霍芬却很自豪，他依旧觉得自己是一名勇敢的军人，还在之后的战斗中因为表现英勇获得了2级铁十字勋章。由于西线战场全面转入了阵地战，骑兵几乎没有了用武之地，第5骑兵师被当作救火队长调往动线，不断支援其他战场。里希特霍芬因此积累了大量的战斗经验，也正得益于此，里希特霍芬开始不断思考，在敌我双方陷入了全面的阵地战，且后方又有充足补给的情况下，又该如何破局呢？恰巧他的堂兄，也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在1915年5月离开骑兵部队参加航空队的决定给了他答案。既然地面进攻不成，那何不把进攻的矛头放在空中？毕竟在当时，无论多么坚固的堡垒都抵挡不住飞机日夜兼程的轰炸。于是在1917年，里希特霍芬正式做出了转战空军的决定，而这一年也堪称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加入战斗机联队后，里希特霍芬迅速展现出了他在空战方面的天赋和能力。尽管训练时间不长，但他很快就适应了空战的节奏，并在战争余下的几个月时间里，创下了击落8架协约国飞机的战绩。一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凡尔赛条约就像一道紧箍咒，死死地束缚住了德国的军事发展。陆军规模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空军更是被直接解散。曾经威风凛凛的德国军队瞬间变得元气大伤，而里希特霍芬却幸运地成为了那少数能留在魏玛共和国10万人陆军中的一员。尽管又重新回到了陆军，但他心里一直怀揣着对天空的热爱和对空军事业的执着，始终坚信德国总有一天会再次拥有强大的空军。为了这一天的到来，里希特霍芬可没闲着，他就像一个有远见的投资者，提前为未来布局。1920年，他选择退役，进入汉诺威工程大学深造，攻读航空工程专业。1925年，他又加入了德国秘密成立的空军。虽然名义上他还是骑兵军官，但实际身份已经是空军和总参谋部军官，开始在空军领域崭露头角。后来他又选择去往意大利游学，这是因为德国受到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不能明目张胆地发展军备，尤其是空军和装甲兵。于是德国就和苏联、意大利展开了秘密的大规模军事合作。很多二战中著名的德军和苏军统帅级人物都曾在对方国家接受过秘密训练或者进行军事交流。里希特霍芬去意大利就是为了学习意大利先进的空军理论和大编队作战指挥实践。在意大利的4年时间里，他不仅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还锻炼出了出色的交际能力，和意大利空军元帅巴尔博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积累了宝贵的人脉资源和实践经验。里希特霍芬所做的努力还不仅限于此。1932年，沃尔夫冈回到德国，又马不停蹄地去陆军学习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理念，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终于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大力扩军备战。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逐渐被打破，里希特霍芬抓住这个机会，正式脱离骑兵，进入空军参谋部任职，主管飞机设计和试飞处，终于迎来了自己空军事业的春天。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给了里希特霍芬一个大展身手的绝佳机会。希特勒下令组建以空军为主的雾鹰军团，里希特霍芬作为参谋长，跟着部队开赴西班牙。这雾鹰军团可不简单，海陆空三军齐全，规模在5000至5500人左右，空军更是主力，初期就有100架左右的飞机。随着战事推进，德国新研制的 HE-111轰炸机、Bf-109战斗机、GU-87俯冲轰炸机等先进战机也陆续登场。当然，想要组建一支王牌空军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雾鹰军团就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如夜间和极端天气战机的降落、通讯联络及空军后勤补给等问题。降落问题通过苦练就能解决，那剩下2个问题，里希特霍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里希特霍芬给出的解决办法仍是苦练。要知道，空军想要发挥出战斗力，就需要陆军指挥官和空军指挥官高度协同。秃鹰军团为此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和西班牙陆军磨合，地面前沿部队通过无线电和空军保持联系，空军的火力突袭效果一下子就大大增强了，这也成为了日后闪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补给问题则是将地面部队快速部署到抢建的机场，建立空军和总部的联络，运输机则能在第一时间为前线输送物资，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同时，通过机场前移，缩短作战飞机的航程，增强对地面支援的效能。防空部队也在战场上得到了磨练，不仅能保护己方空域，还能支援地面作战。这些举措被德军统帅部看在眼里，马上决做出了在陆军和空军增加防空部队，并把防空炮对地面攻击作为日常训练的科目。值得一提的是，雾鹰军团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还干了一件大事，即戈尔尼卡大轰炸。据统计，雾鹰军团期间共投下了39枚250公斤炸弹、260枚50公斤炸弹、5472枚1公斤炸弹。从西班牙内战凯旋回国后，里希特霍芬在德国国内声望大增，他也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战役——波兰战役。1939年9月1日，德国撕毁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幕就此拉开。里希特霍芬作为德国空军前线指挥官，制定了一系列缜密的作战计划。9月1日凌晨4时45分，数百架亨克尔111重型轰炸机在梅塞施米特111歼击机的掩护下，对波兰的主要机场、海军基地以及华沙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袭击，几乎摧毁了波兰的空中力量。随后，德国空军继续对波兰的铁路枢纽、交通干线、主要通信线路、重要城镇和波军阵地等目标进行轰炸，极大摧毁了波军斗志。就这样，在德国空军的全力轰炸下，这场灭国之战仅仅用时28天的时间，就以德军的完胜而告终。不过，里希特霍芬过于残忍，被当时的国际社会安上了空中魔鬼的帽子。里希特霍芬在二战中高光时刻还不仅限于此。1940年法国战役爆发，里希特霍芬担任空军前锋、第8航空军的军长，再次踏上了新的战场。他指挥的第8航空军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在空中为地面的装甲机群开路，对法军的阵地、交通枢纽、后勤补给线等重要目标进行猛烈轰炸，削弱法军的抵抗力量。而地面的装甲集群则在空军的掩护下，迅速突破法军的防线，快速穿插，将法军的防线搅得七零八落。英法联军面对德国的这种战术，被打得节节败退，几乎无处可逃。里希特霍芬也因为在这场战役中的出色表现，成为了德国军队中的明星将领，被希特勒视为一张王牌。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里希特霍芬又再被委以重任，被派往苏德战场。战争的初期，德空军在里希特霍芬的指挥下，曾一度取得不小的优势，对苏联的机场、军事设施、交通枢纽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让苏联军队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如在基辅战役中，德军空军连续出动，对陆军进行了不间断的支援作战，创下了史无前例的战绩。但随着战争的推进，苏联的严冬到来了，德军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士兵们在严寒中瑟瑟发抖，战斗力大大受限。而反观苏军，则利用本土作战的优势，逐渐组织起了有效的抵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当时里希特霍芬奉命组织空中补给线，最大限度地保证陆军补给。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各种战术配合都用上了。可是现实却十分残酷，苏军从后方调来了许多的防空火炮，击落了大量德国飞机，使得里希特霍芬的空中补给线变得越来越脆弱。
在伴随德国地面部队不断被苏军歼灭，李希特霍芬的任务也只能无奈宣布失败。不过希特勒并没有无视李希特霍芬的付出，在大多数军官都被追责的情况下，破例晋升其为元帅。这一晋升虽然给予了他一定的荣誉，但也无法掩盖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失败。李希特霍芬的内心也充满了无奈和失落。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失败成为了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苏军从此由进攻转为防守，而李希特霍芬也在这场战役后逐渐走向了他军事生涯的尾声，其中还希特勒的用意不言而喻。一来，希特勒看到了李希特霍芬在整个战役期间不懈努力和顽强付出，尽管任务最终失败，但是李希特霍芬却尽最大努力保障了空中补给任务。二来，希特勒或许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晋升来激励其他将领，让他们知道只要为德国全力以赴，即使失败也有可能获得奖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希特霍芬在德国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944年，命运对李希特霍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被诊断出患有脑癌。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彻底击垮了这位曾经在天空中叱咤风云的元帅。由于病情的恶化，他不得不退入后备役，回家休养。曾经那个指挥着千军万马在各个战场上纵横捭阖的李希特霍芬，如今只能躺在病床上与病魔进行着痛苦的斗争。1945年7月12日，沃尔夫冈·冯·李希特霍芬在奥地利去世，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曾经在二战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德国空军元帅，最终还是败给了命运。好了，关于李希特霍芬的故事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